我在文景年最需要钱的那一年，逼他娶了我。婚后，他身边女人换了又换，甚至在我的生日宴上公然求婚，对我百般折磨，任人羞辱，持大小皆。如今你活得连狗都不如，滋味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，一辈子用命赎罪。可我真的死后，他却抱着我的骨灰哭瞎了双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是我嫁给文景年的第3年，他破天荒地说要替我办一个生日宴，我愣在原地还没回答，他就眉头紧皱，冷着脸往外走。不愿意就算了，没人逼你，我真是讨厌你这副样子。我连忙将手里的东西放下，急切地追上他。景年，我没有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的。说完这句，我才发现自己情急之下拉住了他的手，连忙松开了。他有洁癖，最不喜欢被人碰了。我满是愧疚，自责自己怎么如此粗心，根本没有发现文景年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。他只留下一句：你在家好好准备，就急匆匆地走了出去。我摸着肚子坐在沙发上，笑容甜蜜，眼泪却不断往下流。3年来，这是他第一次说要为我过生日，是不是代表他愿意接受我了？我几乎一夜没睡，在心里不断回忆生日宴的流程，叮嘱着自己千万别出差错。第2天还特意早起，化了厚重的妆来提亮气色。可当我穿着华丽的礼服一步步走下楼时，眼前的一切让我愣在了原地。整个客厅挂满了白纱和各色的鲜花，装饰的就像新婚礼堂一样。而正中央，那个拿着戒指盒单膝下跪的男人正满目柔情地看着面前的女孩。欣欣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此情此景，我真想拍手叫好，祝福他们百年好合。如果这个求婚的男人不是我的丈夫，不是文景年就好了。梦欣满眼的惊喜，捂着嘴泣不成声，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正要点头答应，却突然看见了我。他小鹿一般的眼睛变得更红了，急忙往文景年身后躲，仿佛我是什么吃人的妖怪一般。池宁姐，你别误会，阿景在和我开玩笑呢。我无声地笑了，视线落在文景年紧紧护住他的手臂上。原来他的洁癖还会因人而异。我压下心里的酸涩，正要开口，文景年身边的朋友就你一言我一语的抢先一步打断了我。文哥，你还真没说错，池宁还真的相信你要给他办生日宴，穿的还是你们结婚那天的礼服，佩服。是啊，这些年无论文哥你做什么，都是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啊，我是学都学不来啊。我家那个简直就是母老虎。说起来，文哥，这是你找的第几个了？这次准备几天腻啊？这些调笑打趣的声音就像一把尖刀，将我的心绞得血肉模糊。可文景年接下来的话，无异于将我的心彻底踩在脚下。都给我放尊重点，梦欣是你们未来嫂子，那些污言秽语别脏了她的耳朵。众人哈哈大笑了几声，齐声叫着嫂子好。梦欣低下头，脸上的红晕异常惹眼，而我像个笑话一样立在人群之外。就连梦欣看向我的眼神都不再是得意，而是充满了怜悯。3年来，文景年身边的女人换了又换，他的花边新闻也多到数不清，可没有一个人像梦欣这样被他带回家，被他亲自护在怀里。我看着窗外早就蹲守好的记者，都在拍着这一幕，心里却不由想着，这一次没了我的善后，文氏的八卦就要全网皆知，公司的股票会下降多少呢？
文景年似乎并不满意我沉默走神的态度，他几步上前，将我一把扯下了楼梯。我慌忙护着肚子，却不慎崴了脚。还没等我站稳，他冷漠的声音从我头顶响起：“迟宁，欣欣说想看折腰舞，你来跳给他看。”身边有人把一袭薄纱舞裙塞进我的怀里，我愣愣地看着文景年，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玩笑的神情。折腰舞如名字一般，即使在开放的现在，舞曲也颇为大胆。文景年竟然要我穿着这件根本不能算是衣服的舞裙去跳舞。孟欣适时地走了过来，嗓音柔弱地开口：“阿景，迟宁姐看起来是不愿意的，算了吧，我不想强人所难。”她的视线落在我怀里的纱裙上，又很快移开了眼，有些难以启齿地接着补充道：“何况要迟宁姐在大庭广众之下穿成这样，和那些不自爱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”文景年却冷笑了一声：“欣欣，你说错了。当年谁不知道，高贵的迟家大小姐就是凭着这舞，在几百人面前拿下了舞蹈大奖。她怎么会不愿意呢？说不定她还享受得很呢。”文景年说完就松开了我的手。他取出西装前的手帕，用力地擦着，仿佛碰到了什么脏东西。我一个踉跄，险些跪在地上，却也看清了他最后的口型：赎罪。我将眼泪生生逼回，哑着嗓子开口：“好，我跳。”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惊讶于我的听话。文景年的脸色却更黑了。我捂着肚子，拖着崴伤的脚，一步步往房间走。换好衣服后，我费力地搬着屏风往客厅走。孟欣，我今天扭伤了脚，只能坐在椅子上跳了，还请你原谅。说完这句，我站在屏风后准备起舞。人群中有人啧了一声，声音里满是不满：怎么还用屏风挡得严严实实？那我们还看什么？我的动作一停，许久没等到文景年的声音，只好自己开口解释：卑贱之躯，免得脏了大家的眼，所以借屏风挡一下。你们放心，舞蹈不会有影响的。我说完就打开身后的音箱，播放舞曲，却不知道哪里让文景年心生不满了。他脱下外套朝我扔了过来，整个人显得异常暴怒：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孟欣壮着胆子想去拉他，却被他的眼神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撞掉了不少桌上的酒杯。众人这才如梦初醒，纷纷找着借口逃也似的跑了出去。文哥说的对，这种舞看了只会长针眼，我们这就走。等众人都离开后，他才伸手将我从屏风后拽了出来。我连忙抓着外套紧紧遮住身体。文景年双眼通红，伸手掐住了我的脸：迟宁，你可真是豁得出去啊！我倒是忘了，当年你就是靠着这下贱做法才抢走了听雪的荣誉，害他失魂落魄，出了车祸。他才18岁啊，就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他的声音里渗满了寒意。你们迟家却从此被人注意，大富大贵。我到处借钱给他做手术，你却趁人之危要我娶你。可我放弃尊严答应你以后，婚礼那天，你为什么要听雪和你同坐一辆车，以至于他被你们迟家的仇人一刀捅死？他掐着我的手，慢慢落在了我的颈间。你们迟家树敌无数，为什么偏偏要听雪为你陪葬？他倒在血泊里的时候，还在叫我先去救你。他的手开始越收越紧。迟大小姐，如今你活得连狗都不如，滋味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，一辈子用命赎罪。我的脸慢慢涨得通红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文景年这才松开了手，将我一把甩在地上。他拍了拍手，
让佣人将我拖回房间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。我的手无力地搭在肚子上，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上刺眼的灯光。身下传来一阵暖流时，我知道我流产了，可我没了力气去叫人，去打急救电话，去救救这个孩子。我只是大睁着眼睛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我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在梦里，我再次见到了听雪。她是文景年的妹妹，是他从小捧在手里的珍宝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我一步步朝着他走去，他似乎察觉到有人来了，回头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阿宁姐姐，我颤抖着双手想要摸摸她的脸，却被她牵起手停在了肚子上。阿宁姐姐，我好痛啊！我看见自己的手里正拿着一把刀，刀尖正深深刺进她的身体里，无数的鲜血将我包裹在一起。阿宁姐姐，听雪一个人好孤单啊，你来陪我好不好？还不等我点头，她的脸就彻底扭曲在了一起，声音变得凄厉起来。阿宁姐姐，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你还活着？是啊，我为什么还活着呢？我松开手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远。不好了，病人大出血了，快，马上准备输血。医生，不行啊，止不住了，吵死了。我慢慢地睁开眼，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却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躺在手术台上，周围的医生拿着各种仪器围在我的身边。我这是死了。成为灵魂体以后，我还有不些习惯，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。我脸上的妆彻底花了，看起来比鬼还要吓人几分。尽管怀孕3个月了，身体却依然瘦得只剩骨头，身下的血却流了满地。我有些抱歉地朝医生鞠了一躬，弄脏了你们的地方，真是对不起。也难怪文景年根本看不出来我怀孕了。想到文景年，我的灵魂传来一阵牵扯感，被拉出医院，来到了酒吧的包厢。之所以认出这里，是因为我曾经在这里替文景年打发了许多女人。此刻他的身边坐着孟欣，可他脸上却十分不耐烦，双眼频频看向手机，似乎在等电话。我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，这才想起，要是我还活着，的确该打电话问他今夜什么时候回家了。他怎么可能是在等我的电话呢？我正胡思乱想时，文景年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立刻站起身来，将孟欣都撞到了一边，接通了电话。喂，你是池宁的家属吗？病人流产大出血，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，还请家属节哀，尽早到医院来带走。原来是通知文景年我死亡信息的医生电话。我死了，文景年一定很高兴吧？我飘得更近了点，想看清他脸上的表情，却听见他连话都不让医生说完，就怒气冲冲地大吼了起来：池宁，这就是你的新手段吗？还敢找外人来一起来骗我？你这种祸害怎么会死？想撒谎也不找个好点的理由。什么流产？你什么时候怀孕了啊？包厢里和电话那边都安静了下来，孟欣的眼里满是震惊，她喃喃自语了起来：池宁死了。文景年突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别让我再听见任何一个字！谁给你的胆子咒他的？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张大了嘴巴，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文景年居然会凶孟欣，孟欣不是他的心上人吗？孟欣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神情，他的双眼很快盛满了泪水，这副娇弱的模样似乎让文景年回过神来。他连忙上前将孟欣抱在怀里，不断安慰。孟欣哭着哭着就抬头想去吻文景年，我看见文景年身体一僵，却没有推开他，
在两人的唇快碰到一起时，我的心里一阵恶心，连忙飘了出去。也不知道黑白无常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去地府，害我只能待在文景年身边，还要被迫看这么恶心的画面。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并没有看见，在我离开后，文景年一把推开了孟欣，他低头哄了孟欣好一会，就拿上外套，匆匆从包厢里走了出来。我受制于他，只得不情不愿地跟了上去。他似乎十分着急，一路将车开得飞快，每到红灯时就焦躁地敲着方向盘。我百感无聊，在车里飘来飘去，也不知道文景年这么着急是要去见他的哪个女人。很快车停了下来，我率先飘了出去，有些吃惊地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。文景年脚步飞快，连站都没站稳，就朝着家里的大门走去。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时，整个人的气质又一秒恢复成了那个高不可攀的文总。他拉开大门，冰冷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响起：“池宁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滚过来！”回应他的是一阵沉默的空气。就在文景年越来越生气的时候，从2楼响起了脚步声。我看见他似乎松了口气，只是脸上的表情依然冷硬。可看清人以后，他瞬间怔在了原地。是家里的佣人，他的手里还拿着那条被我的鲜血染成红色的礼服。文景年皱着眉头紧皱，冷声质问道：“池宁呢？他做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要我回来吗？演戏还真全面啊，连这条裙子都舍得弄脏。”佣人被他吓得一抖，小心斟酌着开口：“先生，池小姐她流产，得益于文景年的要求，无论是谁都只能称呼我池小姐。”此刻听见这个称呼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可笑。文景年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满是怒气地往楼梯上走。“你还敢帮他撒谎？再有下次，你就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”佣人连连点头，拿着礼服逃也似的离开了别墅。我有些遗憾，文景年虽然不是个好丈夫，却是个好老板。他对这些佣人都很大方，开的工资够他们吃好几年了。这一出过后，想必更加没人愿意告诉他真相了。也不知道我的尸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医院。跟着文景年上楼后，我看着他直奔我的卧室，一把推开大门，正要发怒，却看见里面空无一人。他阴沉着脸拉开浴室的门，又拉开衣柜的大门，似乎怀疑我躲在里面。我连忙往桌前飘，挡在抽屉前，心里祈祷着文景年不要过来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我擦着他的手臂飘过时，文景年突然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。我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可他的视线却正巧落在了我的身后，冷白的手穿过我的灵魂，准确地拉开了我挡着的抽屉。最上面那张被我慌乱塞进去的纸就这样掉了出来。文景年满是错愕地看着这张怀孕简单，眉头紧锁。就在这时，孟欣突然出现在卧室的门外，她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不少，嘴里还气喘吁吁的，看起来是一路小跑过来的。“阿景，你刚才走得那么急，我很担心你。”孟欣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，她睁大眼睛看着文景年手上的孕检单，后半句话像是脱口而出：“池宁姐怀孕了。”可我刚才从酒吧出来，明明看见她了。看着文景年的黑脸，他连忙捂住嘴，欲盖弥彰地解释了起来：“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池宁姐怎么会去酒吧呢？还叫了好几个男人陪她喝酒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”文景年冷笑着将孕检单捏在手里，脸上满是讥讽：“池宁这个杀人犯还有脸去寻欢作乐？
他迈着步子走下了楼，将报告单随手一扔，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。可我为了生日宴能顺利进行，早就将手机调成了静音。文景年只要稍微认真看看茶几，就能看见正在闪烁的屏幕。他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我的手机也彻底因没电关机了。文景年气得挂断电话，将手机扔在了沙发上。孟欣连忙绕到他身后，伸出手指轻柔地给他按摩。阿景，别生气了，可能池宁姐喝醉了，或者玩得太开心了，要不我替你去找她。文景年好不容易舒缓的眉头又皱在了一起。池宁要是有你一半乖巧就好了。欣欣，你不用去找她，我今天倒要看看她的眼里还没有这个家。我简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笑容。结婚3年来，在外面找了无数女人的文景年，居然还会在乎这个家有没有我。或许是做鬼还不太熟练，我无聊地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。再醒来，一眼就看见因为熬夜而双眼通红、面容憔悴的文景年正盯着我看。他这是等了我一晚上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起了铃声。文景年几乎是秒接，还没等他发泄怒火，电话那边响起了医生的声音：“是池宁的家属吗？还请您尽快来医院把尸身领回。”文景年满是不耐烦地对着电话吼道：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告诉池宁，让他马上从酒吧给我滚回来。10分钟以后我看不到人，等着他的就会是离婚协议。”医生似乎愣了一下，还是好声好气地开口：“这位家属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如果您实在悲痛，麻烦告知池宁其他家属的电话，希望能尽早让他入土为安。”医生认真的语气让文景年愣在了原地。他拿下手机，仔细看着来电号码，这才发现正是医院的号码。回过神来的文景年甚至连鞋都忘了换，就急匆匆往门外跑去。被他惊醒的孟欣连忙跟了上去：“阿景，是不是池宁姐有消息了？你千万别怪她。”一路上孟欣都一直在抹黑我，只是文景年没有回答他一句话，反而连闯了好几个红灯，一路狂奔着去了医院。等向医生询问清楚后，他很快找到了太平间。我看着文景年从慌不择路地冲出电梯，到一步一停地往停尸间走，周身的金贵气息早已消失不见，显然失去了分寸。相比之下，孟欣就显得激动了许多。他率先跑进停尸间，一把掀开了盖在我面上的白布。我的脸还保持着那天的丑状，一部分尸斑也开始变得愈发明显，身体还散发着轻微的臭味。文景年几乎是连摔带爬才走到我面前，随后他竟然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丝毫不嫌弃我肮脏的尸体。池宁，我承认这一次你的演技的确骗到我了，现在不用演了。阿景，发生这种意外我也很难过，还是先联系火葬场火化。孟欣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住，开口时声音都在颤抖，显然是在努力憋笑。文景年却突然爆发了，他阴沉着脸将孟欣搭在我身上的手一把推开，怒吼着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给我闭嘴！火化什么？我看谁敢！阿宁只是睡着了，我这就带他回家。这里这么冷，都把他冻僵了。”这熟悉而又久远的称呼让我有些愣住了。看着文景年疯了一般，非要抱起我僵硬的尸体朝门外走去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多年前那个拼了命也要救我一命的人。自从家里破产以后，母亲就留下离婚协议，嫁去二婚的富商家做阔太太了。父亲接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现实，
在债主上门讨债时，他放下尊严，求他们宽恕几天，只换来了一阵无情的打骂。就连想报警的我也挨了几巴掌。是路过的文景年救了我们，他带着满身的伤和我一起把父亲送去了医院，我们就这样相识了。这天以后，父亲开始变得越来越极端，只要能赚钱的生意，无论用什么手段他都会去做。仅仅用了几年时间，就重新东山再起了。而第一笔金是我参加舞蹈大赛后获得的。为了钱，我扔掉了廉耻，答应了主办方跳折腰舞的要求，只为了足够的噱头吸引人来关注这场比赛。那段时间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文景年，直到他浑身是血地跪在我面前，求我看在往日情谊，借他一大笔钱给妹妹治病。我当然立刻答应了，可我并不知道父亲早就为我联系好了买家，他要把我嫁给势均力敌的对手，来换取合作，来保住持家的权势。几次逃跑都被父亲抓回后，我只好一边欺骗父亲自己早就是文景年的人，一边逼着文景年娶我。在父亲的监视的下，我始终没有机会和文景年说明。我本想等到婚礼结束，可谁知婚礼当天却出了意外，是父亲彻底失去耐心了，他要把我绑去送给买家，却不想其中混入了仇家。听雪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和文景年好好谈一次话，我的任何解释只会被当成借口和谎言。3年来，我受尽他的搓磨，却从不怪他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我只恨自己太过无用，生生害死了听雪。所以文景年要报复对家时，我没有商业头脑，只能去父亲公司偷取文件。尽管我知道对家倒下以后，持家也不会好过，可我已经别无办法了。看着文景年颤抖着手将我放在车上，手指连安全带都拉不下来，我深深叹了口气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之间还要这些迟来的爱做什么呢？我用自己的生命赎罪了3年，现在只希望文景年能早日将我火化，让我彻底离开这个世界。可他一路开车回家后，将我抱回了卧室，又将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，还亲自拿着毛巾擦拭着我的身体。可我已经僵硬的身体，除去那些血迹后，便只剩下恐怖的尸斑了。一路跟来的孟欣瞪大了眼睛，甚至伸手掐了自己一把，似乎在确定这是不是做梦。在文景年拿着一件件衣服轻声开口问我更喜欢哪件时，他终于掐着掌心崩溃大喊了起来：阿景，你清醒一点，池宁已经死了，你把他打扮得再像个活人，他也不会活过来了。文景年拿着衣服的手停顿了一会，他像没听见孟欣的话一般，自顾自地开口：阿宁，穿这件好不好？这条裙子是我用赚到的第一笔钱买的。我记得那天你很开心，一直缠着我问好不好看。他的神情突然柔和了许多，似乎沉浸在回忆里。你总是很宝贝他，有一点污渍都很心疼，可后来你却再也不穿了。我不由想起结婚第1个月时，我穿着这条裙子想缓和关系，却只换来文景年暴怒的指责：池宁，你是在提醒我过去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吗？你有什么资格穿它？脱下来！他甚至不顾家里还有佣人在场，就动手拉扯着我身上的裙子。你害死听雪以后，有什么资格笑得这么开心？只要看着你高兴，我就会想到他死的时候，你一辈子都要比他更痛。可现在的文景年却手指用力，紧紧抓着这条裙子，声音都哽咽了不少。对不起，阿宁，我现在有花不完的钱了，以后会给你买很多条裙子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
他紧紧盯着床上的人，满怀期待地开口：“你愿意原谅我，就睁开眼睛好不好？”一片安静后，孟欣似乎再也受不了了，他几步上前，一把掀开了我身上的被子，指着我身体上那些根本擦不掉的痕迹，开口道：“阿景，你看清楚了，医生说了，池宁流产大出血，抢救无效去世了，她不会醒过来了。”他满脸泪水的去抓文景年的手，显得十分委屈。阿景，发生这种事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可是我们都要向前看。我想池宁姐一定不愿意看到你这副样子的。说着说着，孟欣就朝文景年走得更近了。阿景，你还有我呢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我看着孟欣一边拉扯着自己的衣服，一边去吻文景年，只觉得恶心。两人在我的尸体旁都能下得去手。就在孟欣快要得手时，文景年才终于找回了理智。他猛地推开孟欣，十分用力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他的眼里充满了愤怒和厌恶。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骗我，他怎么可能会流产？要是我能赶去医院，他怎么可能会离开我？你这恶毒的女人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免得脏了阿宁的地方。孟欣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文景年，我也十分惊讶，他竟然会打女人，尤其打的还是他捧在手心的女人。孟欣似乎被这一巴掌扇醒了，他从地上站起来以后，笑得十分冷漠。我害的。文景年，你好好想想，池宁的生日宴会上是谁发着疯跟我求婚的？又是谁发着疯要羞辱他的？宴会结束以后，你陪在池宁身边了吗？你不是一通发泄后就拉着我去了酒吧？孟欣说到这里，脸上转为了残忍的笑容。要是我没记错，在酒吧的时候，医生可就打电话给你了。是谁大吼大叫的挂断了？你不如好好想想，在你去酒吧前，到底是谁害得池宁流产呢？看着文景年有些惨白的脸色，孟欣像出了口气。他捡起自己的包就要往门口走。文景年，你连自己的妻子怀孕了都不知道，算什么丈夫？我随便编造的三言两语，你就深信不疑？你有什么资格怪我？害死池宁的，从始至终都是你。文景年的身体摇晃了一下，他跌坐在床边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是我害死阿宁的。”临走时，孟欣狠狠呸了一声：“我跟在你身后转了好几个月，一点好处没有，还平白挨了你一巴掌，简直浪费老娘时间。到了现在还要我给你指点迷津。”简直除了这张脸毫无是处，没见过你这么没用的男人。他回头看向床上的我，面容多了一丝怜悯。也就池宁这个傻子肯忍受你这种精神病。下辈子擦亮眼睛，投个好胎吧。我愣愣地看着孟欣踩着高跟鞋远去，没想到他竟然还会对我说些真心话。文景年似乎被孟欣这一通话彻底打击了，他抬起头看着衣柜里那件被佣人清洗干净的礼服，似乎是在回忆几天前发生的事。最后他失魂落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是因为我推了你一把，我不是有意的。阿宁，我只是太生气了，气你连反抗都没有，就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这种舞。你是我的妻子啊，怎么能让别人看呢？他转过身，握住我冰冷的手，往脸颊上贴，双眼变得通红。阿宁，我只是气你不在乎我，我没有真的想要你死。这3年，我不管找多少女人，都是和她们逢场作戏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吃醋而已。他的眼泪越来越多，整张脸都模糊了不少。阿宁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生自己的气，听血的事。我知道
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可我逃避面对自己没有保护好他的事实，才把一切都怪在了你头上。可是阿宁，你怎么就那么傻？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反抗呢？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，只要你说和你无关，我就相信你。我看着文景年哭得毫无形象，只觉得心下沉了许多。原来他一直知道真正要去恨的人是谁，却在折磨我的时候还要责怪我不肯反抗。听雪走后，我无时无刻不悲伤痛苦。在文景年日复一日的打压之下，我把这些都怪罪于自己。为了给听雪赎罪，我亲手让父亲再次面临破产，和他彻底断绝了关系。在这之后，父亲承受不住打击，重病住院时，我几次想要探望，却被文景年抓了回去。他辱骂我是想回去求着父亲把我嫁给之前联系好的买主。他以为我后悔和他结婚，想尽办法的想要逃离这一切。最后我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，也没能离开文景年。我被他彻底锁在了家里，被迫看着他和那些女人纠缠不清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患病以后，我连看医生都会被文景年误会是想要逃，只换来他更加难听的羞辱。他逼迫我接受现实以后，现在抱着我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，简直让我恶心。我不想再去听他还要诉什么衷肠，说自己有什么不得已，只是尝试着往外飘。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能离开文景年身边了。一连飘出数米之远后，我悬着的心才终于放心了不少。文景年一直把我的尸体留在人间，我就再也投不了胎，见不到下辈子的听雪了。我需要一个人把我带去火化。可嫁给文景年以后，我和从前相识的人早就断了联系。此时能想起来的竟然只有我的心理医生。我飘进医院后，恰好看见乔明还在加班，我松了口气，开始尝试各种方法，试图和他交流。可无论我怎么大喊，怎么想弄掉东西，都没能成功。灰心之下，我没有注意到乔明累得睡着了，而我伸手想要摇晃他时，突然被一股力量吸引了进去。眼前的场景没有变化，依然是在医院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一个我正坐在乔明面前的椅子上，这里似乎是乔明的梦境。我听着两人的谈话，似乎记起了这是我离开医院后被文景年在大街上发现的那一天。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到医院，我绕到前面，看着乔明脸上焦急的神色，突然意识到他是在后悔自责。他一定是以为自己的治疗失败了，导致我不愿意再来，所以才会在梦中极力的想要治好我。我试着进入自己的身体，来打破这个重复的梦境，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。只是太久没做人，我操纵身体的方式有些奇怪，本想站起来，却差点将乔明撞倒在地上。我反常的举动似乎让他意识到了什么，梦境变得一片漆黑，开始了崩塌。乔医生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就长话短说，我希望你能去我住的地方，把我的尸体带去火化，最好找个地方把我的骨灰也撒了。我看着乔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震惊，意识到他就要醒了，只得急忙再补充一句，乔医生，谢谢你的治疗，我现在已经痊愈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，不要再因为我的病感到愧疚自责了，还有其他人需要你。奇怪的力量将我拉出了梦境，我未说完的话语也这样消失了。我看见乔明左右张望了一下，最后他拿出手机，似乎是想给我打电话，却看见屏幕上的推送消息。我凑过去一看，是几天前我被媒体拍到送往医院的照片，
和文景年当晚和孟欣去酒吧的对比照，不少网友的评论都在破口大骂。看来文景年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舆论，想必公司的股东都在闹着要走了。文氏能发展起来，是我造成的错误，如今倒闭了，也算是回归原点。乔明立刻站了起来，拿上外套就冲出了医院。我赶紧一路跟上，看着他真的开车往我家赶时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。没想到和我萍水相逢的他真的愿意完成我的遗愿。他拿着以前我留下的治疗记录，骗过保安以后，成功进到了院子。我飘进家门，想要尝试把门打开，没想到仅念头刚出现，门就开了。乔明一愣，随后飞快地往2楼卧室走。我率先飘进自己的卧室，看着文景年还在痛哭流涕，只觉得碍事。飘出去以后，我将杂物间的鸡毛掸子一路悬空着扔在乔明面前。他先是一愣，随后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转身拿起了文景年的高尔夫球棍。随后他放慢脚步，在文景年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就举起球棍把他打晕了过去。池小姐，得用这个才行。乔明得意地看着床上的我，随后将我搬了起来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跟着他往外飘，没有回头看一眼地上的文景年，亲眼看着自己的尸体被烧成灰烬，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。我一心等着投胎时，火葬场外面响起文景年的声音：“住手！谁让你们烧的？我的阿宁还会醒过来的。”我这才发现外面已经天亮了，想来是乔明被火葬场的员工盘问花了太多时间，导致文景年都醒了过来。乔明接过工作人员的手里的骨灰盒，就赶紧往外走。文景年进来后，我都有些认不出他了。他的眼睛哭得通红，肿成了核桃，从头到脚的衣服都有些灰尘，看来是在地上躺了一夜，就连头发都乱糟糟的。被乔明打的那一下，似乎导致他磕到了额头，肿起了一大块包，活像个流浪了好几天的人。他径直朝着乔明扑了过去，伸手就要抢走我的骨灰。你是谁？快把阿宁还给我！乔明侧身躲了过去，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。文先生，我是池小姐的心理医生，她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，这些您都不知道吗？文景年停下脚步，看着那张名片，满是震惊。池小姐一直在我这里治疗，她的轻生想法十分强烈，我只能给她开药。难道您连药都没见过吗？文景年猛然一怔，我知道他根本想不起来，他从不在乎我在做什么，只是心情不好了，就找我发泄一通。乔明叹了口气，对着空气轻声开口：“池小姐，你的遗愿我能做的都做了，他毕竟是你法律上的丈夫，我没有合适的理由带走你的骨灰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”我点点头，飘到他身边，用力握住了他的手，以此表达我的感谢。乔明一愣，低头看着上下摆动的手，露出了笑容：“池小姐，不用谢我，希望你下辈子能过得幸福。”乔明这番在外人眼里有些奇怪的举动，让文景年呆住了。他左右看了看，急得抓住了乔明的肩膀：“你在和谁说话？你能看见阿宁？”乔明一愣，解释了一句：“正是因为池小姐给我托梦，我才知道她离开人世的消息。她给我留下了遗愿，我才会把她带到这里来。文先生从来没见过。”文景年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打击，他在空气里不停地伸手抓着什么，嘴里大喊了起来：“阿宁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你出来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”场内的工作人员纷纷摇头，小声地窃窃私语了起来。
我看他是得失心疯了。世界上哪有鬼？这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是他太太不想看见他呢。你没听他喊什么错了吗？人活着不珍惜，死了才哭天喊地的，有什么用？文景年似乎听见了这些话，他抱着我的骨灰，自言自语了起来：阿宁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所以你才不肯见我，你一直都恨我。我看着文景年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哭的眼泪都差点滴进我的骨灰里，连忙朝着空中吹气，把眼泪吹走了。却不想，文景年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看着地上的水滴，大笑了起来。阿宁，原来你一直恨我，是我罪有应得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拿起一旁桌上的水果刀，狠狠捅进了自己的身体。阿宁，我这就给你赔罪了。我却只觉得晦气。很快，我看见文景年的灵魂从虚空中飘了出来，他的眼里闪过惊喜，朝着我跑来。阿宁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我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灵魂慢慢消散了。我知道是我的心愿意了，该走了，以后再也不用看见文景年了。我满意的消失后，并不知道文景年成了孤魂野鬼。由于他最后的心愿是亲口和我道歉，完成不了就去不了轮回，再也没有来世。我再次睁开眼后，发现自己在一座桥旁，不少人排着队领了一碗汤。我顺着人群往前走，突然看见了熟悉的人，是听雪。她笑着朝我飞奔过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阿宁姐姐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很快，她又变得悲伤起来。可是你怎么会死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无心去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是放柔了声音，唯恐这是一场梦。听雪，你不怪我吗？是我害死你的。闻听雪摇了摇头，依然笑得灿烂。阿宁姐姐，那只是意外。我庆幸自己和你同坐一辆车，否则死的要是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。我还想说些什么，身前响起了催促声：你们俩还想不想投胎了？快点！闻听雪立刻回头，朝熬汤的女人吐了吐舌头，就拉着我往前走去。阿宁姐姐，我听说一起走过这座桥的人会一起转世轮回，下辈子我还做你妹妹好不好？亲生妹妹。我含着眼泪点了点头，和她一起走上了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